Hello，大家好，我是议员。今天我们要说的是韩国社区的玩家社群反馈，但是他们的玩家社群反馈居然有27个问题，这么多。听到这里的观众可能会觉得说，官方比较重视韩国的社区，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子，因为韩国的社区反馈已经很久没有做了，所以他们这一次直接憋了27个问题。既然有这么多问题，我们就来看一下他们到底问了什么。第二个问题就有问到，为什么现在新的统帅跟之前旧的统帅相比表现得这么糟糕？对于未来的新统帅有什么计划？策划答复他们打算推出更多不同类型的统帅来凸显每个兵种的特点，以便在不同的场合之下使用不同的统帅。在未来他们更加会考虑不同元素的统帅使用在不同的特定场合，就比方说像我们的第9代统帅贝利就针对于围殴，华莱士是野战群底加 buff， 珍珠是回血。虽然策划是这样子回答，但是我觉得大多数玩家都不太认可官方这样子的说法，因为大多数的玩家使用统帅的情况呢就是野战而已。所以老实说，官方设计的有点太花里胡哨了，有些玩家可能没有办法接受，就算他设计出来它的效果表现不如预期呢，其实也是没有用的。不过根据策划这样子的回答呢，也就表示说其实他们之后会推出更多不同类型的统帅啦，这个大家可以做好心理准备。第二个问题关于分线报名的，这个玩家就有问到有没有考虑过要删除第2跟第3条路线。那这里策划给的态度就表示说，他们其实还在测试范围啊，就是看第2跟第3条路线的表现怎么样，还有他们的匹配结果。当然他们也不排除删除第3条路线的可能。那坦白说，分线报名分成多条路线呢，第1条路线可以说是无所谓啦，但是第2条、第3条路线呢，真的是会影响一些其他的王国。大多数情况下，第2跟第3条路线的玩家账号呢都不会参与战斗，也就是等于说呢，只要他们进入到我们的地图分配里面呢，就等于是废的，间接性就会影响到其他 CD 主王国的玩家。所以我觉得官方需要去重视这个问题了，因为我已经收到很多玩家投诉关于分线报名的问题了。那关于这个问题，你们觉得有没有必要分成第2跟第3条路线呢？还是说这种分线报名的王国只是需要1条路线就够了？第3个问题算是废话吧，这个玩家就问到统帅置换什么时候上线，官方这边回答是1月上线。第4个反馈也是我最近在考虑的事情啊，就是有玩家问到官方有没有考虑过强制合并某一些王国。那这边官方的答复是说到，其实有大多数王国的领导，也就是国王呢，他们是不愿意合并的。但是以现在的情况来看，他们或许可能会考虑合并的事情啊，不过之后他们会再详细讨论这件事情。那么关于这件事情呢，其实我看到有一半的玩家吧，有些玩家是认可合并的，但是有些玩家就认为说，如果合并的话，也就意味着这个游戏死亡了。但现在的问题就是，尽管现在还没有合并呢，但是都已经可以看到这个游戏已经快要死亡了。因为玩家的活跃人数不够，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且伺服器太多，导致玩家分散的问题也是很严重。玩家有太多的选择去其他的王国，再加上没有太多的新玩家加入这个游戏，从而变成这个样子。虽然我也知道合并不是说那么简单，也是要考虑到很多事情，会不会真的合并之后发生更多问题，而导致到游戏加快灭亡。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还是需要给策划一点时间去考虑一下，也是要问一下大多数的玩家意愿，有可能他们会出一个问卷调查之类的。第5个反馈是希望官方可以增加更多途径去获得体力药水。那官方这边的答复也是说他们会考虑，如果有实际的回复之后，他们会再跟大家讲。那其实这个问题在之前的玩家社群反馈里面也是有问过，但是他们的回答是几乎一模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各位也不用想太多了，短时间内应该不会有更加多途径获得体力药水。第6个反馈是关于联盟总动员的，这个玩家就说到，虽然联盟总动员的刷新时间变成5分钟以内了，但是并没有减少管理层的工作压力，他们依然还是需要去刷新。他就问到会不会考虑让玩家自己去选择他们想要什么任务，就是直接去选，不需要等刷新之类的。策划答复他们暂时没有那方面的考虑，不过他们目前还在优化这联盟总动员的进行方式，也会收取大部分的管理层的想法，然后进行改良。坦白说，我个人也是觉得这个刷新呢也是有点废啊，你为什么不要直接让我们去选择任务就好呢？难道是怕我们全部都选择采集的任务吗？我是觉得如果真的有心要去完成一些氪金任务的玩家，他们自然还是会去选择一些氪金的任务，而不会选择采集的任务。我个人是同意说直接让我们选择想要什么任务就好，就不需要特意去刷新，这样可以减少管理层的工作量，玩家也不需要等刷新时间，或者是等待自己想要的任务出现。
第7个问题，现在玩家就说我们要一个一个去点加速多次是很麻烦的事情，有没有考虑过一键加速？策划的答复他们只是考虑批量加速而已，他们没有考虑一键加速，然后具体上线的时间呢之后会再跟大家公布。都已经做到批量加速了，为什么不要直接做一键加速呢？这个是我不能理解的地方，很麻烦呢。像我玩帝国时代的时候也是一键加速的，就只有万国觉醒这么麻烦，要一个一个慢慢去点了，真的很慢。OK， 下一个反馈是我之前也是有帮玩家去跟官方反馈过的问题。那我的观众是说希望官方解除那个运送资源的上限，或者是提高上限。然而这里的问题是希望在战斗期间解除了运送资源上限的问题。那这边策划答复是说，之后25等级的商战可以运送的资源从500万变成1000万，而且这个东西是已经确定要加入更新的版本里面去了。所以之后我们可以运送更多的资源，更快运送了。而且这边没有说明要在什么时期的时候才会提升上限，它是永久性的提升上限，但是它的税收会不会提升我就不清楚。这也就预示着之后玩家运送资源就不用点那么多次了。到了第9个反馈，其实我用了多个翻译软件去翻译了，那我不确定到底准不准确，因为在万国觉醒中 ROK 这个缩写呢有相关于韩国的意思。但是我在听了翻译这边所念出来的韩文之后呢，我觉得比较大可能是在说韩国的统帅。那这边就有说到有很多韩国的统帅已经是不能使用了，没办法在战场上看到他们帅气的英姿。然后这里策划的答复还是一如既往的，他就说到他们把这些旧的统帅已经过气的统帅加入博物馆之内，让他们提升了能力之后重新组合，在战场上重新出现。而且同时间他们在设计新的韩国统帅了。所以这边我们可以得出2个可能，要么就是官方可能在设计新的统帅，又或者是韩国统帅。如果你会韩文的话，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不过在这个游戏中，确实韩国统帅普遍会比较少一点啊。不过确实有一些韩国统帅呢，确实是已经不能再使用了，又或者是有些一出现呢就已经暴毙了已经死掉了。我在前面就有说过嘛，这个毕竟是韩国的社群反馈啊，所以他们会问到这个问题也算是比较正常了。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有可能会出现新的韩国统帅。第10个反馈，如果你是时常移民的玩家，应该要特别注意这一点了，就是希望他们在移民的时候可以携带更多的资源离开。因为确实如果我们要移民到一个新的王国去，要重新采集自己的资源呢，确实会比较花时间，甚至有可能在前面的1-2个赛季都是不够资源打架的。但是策划的回答依然还是一样的，就是说他们会考虑而已，到底会不会去更改呢，我们都不知道。第11个反馈，我相信也是有部分玩家想要问到的，就是会不会推出所有兵种增益生命值提升的皮肤。这里所说的应该就是登峰造极皮肤了。那官方就有说到他们有可能会推出，但是并不是在近期之内。而且这里还特别说明到，在近期的6个月里面不会出现部队生命值提升的皮肤。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还在等着部队生命值提升的城市皮肤的话，我觉得这6个月你可以不用去等了。如果你想要拿其他皮肤的话就拿，如果你还有那个心思想要去等的话，或许6个月之后就会推出部队生命值提升的皮肤了。第12个问题就是说，日落峡谷依然还是用 T3 的部队，为什么不要改成 T5 的部队？策划的答复就说他们会考虑这个问题啊，因为如果 T3 改成 T5 之后，就会跟失落之地一样。如果之后有什么改进的话，会再跟我们通知。第13个反馈，这个玩家就问到是不是每个兵种都有自己特定的特色，就比方说步兵是重击，工兵是回血。策划答复他们还在调整一些详细的细节，降低每个统帅的搭配条件，同时保留每个统帅的专长还有特色，同时间也不增加统帅的训练装备成本。这里策划所说的回复呢，你们可以以珍珠作为案例，就是珍珠它既可以用圆形阵也可以用楔形阵，虽然它是使用真实伤害，但是同时间也保留了技能伤害。一般的玩家不需要额外去做圆形阵，同时间也可以继续使用楔形阵。所以从官方这里的回答，我们可以了解到有可能之后统帅的设计都是往珍珠这样子的方向去发展，或许会有2种不同的技能，像我们这一次推出的领袖统帅又或者是远程统帅也是有大概这样子的情况。就比方说斐利，它可以针对于多兵种还有针对于单一兵种有不同的效果。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不错的尝试，而且玩家接受的程度还蛮高的，我觉得可以这样子继续下去，这样总比强制玩家一定要重新去培养过一个新的军器或者是装备来得更好。这各位能不能够接受之后策划都是以这样子的形式去设计统帅呢？
那么今天的影片先暂时讲到这里啊，确实他们所做的问题还蛮多的，我现在才讲到13个问题，都已经差不多10分钟的影片了。尽管有大部分的问题我都是以简单的方式跟大家去说，都没有讲的特别长，都已经这么久了。所以今天我们先讨论一半的问题，接下来的问题我们会在下一个影片中再继续讲。所以各位在看了今天这个影片之后的反馈之后有什么想法呢？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